女孩遵纪守法，却在博物馆里第一次偷东西，因为这枚戒指实在是过于好看。然而她做梦都没想到，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夺走了她的生命。可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完全死透，只是以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状态困在自己的房子里。她不知道自己为何变得这般模样，又为何不能去到外面的世界。伴随着心中的疑惑，一晃眼不知过去了多少年，直到一个男孩找到了一本没有后续的相册，才似乎有了答案。只见他把相册里的那枚戒指掉落在地上，隔天才把它从地上捡起，在绿光的辉耀下尝试戴在自己的手指上。男孩被吓得瘫软倒地，不知所措。冷静后，再次把戒指戴在手上。Oh my god, you just saw me, didn't you? 戴上戒指就能看见女孩，取下就看不见。反反复复验证后，男孩连忙去翻阅古老的相册，果然就是照片里早就死去的女孩。可这也太过诡异。Can you please just keep the ring on this time, please? Hi, I'm B. I haunt your bedroom. 所有的一切似乎跟那枚戒指有关，这让碧梨终于看到了解开谜团的希望。可男孩始终没有相信女孩的遭遇。You won't be here when I get back, and I will find a good psychiatrist in the area. 男孩取下戒指，他作为刚搬来的转校生，不得不先去镇上的学校读书。可他根本没有心思上课，在桌子底下不断的用手机查询驱鬼方法，直到放学后他也没能弄得明白。可始终还是要回到家里。他尝试着戴上戒指，当没有看见那个女孩时，他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就准备去睡觉。Boo. Oh my god, you're still here? I'm still here. 自从男孩是第一个人看见女孩后，碧梨就在房间里不停地寻找更多的线索。可除了能被戴上戒指的人看见外，他还是无法被活物触摸到，或是去到房子的外面。Can't we just talk and be friends and had someone to talk to in a while? 但是男孩感到十分的困扰，于是他取下戒指，专心的去忙家庭作业。可碧梨移动着屋里的家具，总是发出噪音，这让男孩无法集中注意力，只好戴上戒指一探究竟。原来碧梨好奇于海报上的音乐明星。 I wonder what they sound like. So you like music? Are you kidding me? Music is my life. I mean, both of my parents are musicians, and I basically grew up in a conservatory. 当看到墙壁上挂着吉他，碧梨特别想让男孩弹一个时，科尔却犯了难，这似乎触及到他内心最不愿提及的部分。But look, can you please stop moving things around and making things float? It's me and I have homework to do. Thank you. 科尔一直以来是个孤独的人，因为自从父亲离世后，他就封闭了内心，取消了所有社团活动，不再向外展示自己的才华。然而这些全部被老师察觉到。 I was a bit like you growing up. Hated being in the spotlight. Did everything I could to be invisible. It is a very boring way to live your life. 科尔的母亲本以为换了一个城市，换了一所学校，科尔就能有所改变，但这似乎并没有奏效。直到母亲察觉到卧室里的一些声响，他才感觉到一丝欣慰，因为儿子可能交到了朋友。可那个朋友毫不遮掩地拿起了庄严的瓶子。High blood pressure. 这一声惊讶差点引发母亲的高血压，好在有惊无险地混过去。回到卧室的科尔连忙戴上戒指。 I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but I was just trying to help your mom find the... 本以为少不了一顿痛骂，然而科尔选择了妥协。只要百年老鬼不去招惹母亲，他就会一直戴着戒指。 What do you mean, century-old ghost? 碧梨这才知道，他已经在这个房子里被困了1个世纪，世界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恳求科尔告诉他关于外面的一切，因为他从未走出过这栋房子。然而他的手却伸到窗户外面，这意味着有出去的可能。于是他站在大门口，若有所思地向前迈了一步。随着走出门的刹那间，他欢呼雀跃。 I'm out of the house. 可多年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一定是受到了科尔手上那枚戒指的影响。他不是被房子困住，而是被戒指困住。 Oh, I can go everywhere. I can see every... You have to take me. I know you don't like me very much, but I still don't know what that word means. 面对如此可爱的女孩，科尔也只好暂时放下家庭作业。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first? 碧梨走在街道上，看见所有人都穿得奇奇怪怪，汽车也变得千姿百态。他也从未见过踩着木板就能飘荡的人。更为惊叹的是，不用驾驶员就能飞上天空的小盒子。至于没尝过的冰淇淋，他也只能眼睁睁地听科尔描述。但最关心的莫过于100年来发展的音乐，而这恰恰跟科尔的兴趣不谋而合。有关音乐的话题，他们之间无所不谈。除此之外，还跳了碧梨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查尔斯顿舞，接着观看了近100年的历史视频。这期间，科技与狠活的飞速发展，让碧梨彻底目瞪口呆。 This is an amazing album. David Bowie is so cool. Cool? Like the bee's knees. 然而到了深夜，碧梨望向天空中的航班飞机发呆，因为她一直有一个成为飞行员的梦想。可是那个年代还没有一个女性通过飞行员的测试。科尔看着碧梨的眼睛，他坚信只要去追逐，就一定做得到，就像第一个女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一样。
冥冥中他们的手差点碰到了一起，科尔平静的心立刻跳个不停，他害羞着准备去睡觉，说是明天还要上学。What if you took me with you? 万万没想到，科尔就读的地方竟然也是碧莉曾经在读的学校。Please,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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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please. literally nothing you can say that will change my mind on this. 然而第二天，科尔还是带上了碧莉。碧莉惊叹于周围的人打扮成鬼怪的模样，原来已经濒临万圣节，大家都在准备过节，唯有科尔没有兴趣。他朴素的打扮很快便引起了一个女孩的注意，而这个女孩是同班同学莉迪亚。她早就注意到科尔上课时查阅驱鬼的小动作，只是没有当众揭发，因为她对各种灵异事件都十分的好奇。Is she your girlfriend? Whoa, I'm getting the weirdest vibe from you right now. 虽然看不见碧莉，但莉迪亚的感知异于常人。为了不被说话的碧莉分心，科尔连忙取下戒指分散注意，这才打消了同学的疑虑。可就在他离开，再次戴上戒指时，碧莉不见了踪影。然而在路过音乐室的时候，他看到碧莉正在弹钢琴，科尔跟着音乐也来了感觉。在碧莉的眼神示意下，他拿起了墙上的吉他，坐在椅子上久违的调音，伴随钢琴键的按下，科尔拨动了乐弦。美妙的音乐似乎敲开了科尔那紧闭心扉的大门。见到再次弹起吉他的科尔，碧莉产生了些许疑问。Why aren't you playing the guitar at your school talent show? Did your dad teach you how to play? What happened to him? 科尔的父亲在乐坛出名到成为各个地区的公敌，音乐就是他的生命。可是他走得太过突然。Heart attack. I'm fine. 然而对于活了100年的碧莉来说，早就经历过了双亲死亡的打击。可当每每想起时，她总是遗憾没能照顾父母。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just go back, just for a day only. 死去的人已然离去，活着的人要坚强生活。他们两人已经好久没有过一个节日，而今晚的万圣节，科尔想到一个势必走出悲伤的好地方，从城边小镇跑到纽约大城市。科尔带着碧莉溜进一家隐蔽场所，碧莉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派对的主题竟然是查尔斯顿舞。Do you like it? I love it. 然而一个路过的绅士不经意间撞到了碧莉，打湿了她的衣服。可这实在是振奋人心，因为碧莉不仅能接触到科尔的手，还能被其他的人看见自己，这似乎意味着她不再是鬼魂。And material and visible. I don't know. 好事接连发生，碧莉却开始发愁，因为她没有能够换洗的衣服。可这并不是什么难题。科尔知道派对的楼下正好有一个租衣处，他们都能租一套跳舞的服装。不久后，科尔换上了礼服，静静等待的期间，碧莉也从楼下缓缓走上来。她身装星耀翠绿连衣裙，头戴银白无边钻石冠。他们两眼相视，眉目传情。这一刻，他们似乎遇到了自己的命中注定。不知不觉中，两人走到了舞池中央，说起只属于他们之间的秘密。 You look Cool. the bee's knees. 随着主持人激情澎湃的开场白，两个舞者登上了舞台，他们用热情绚丽的查尔斯顿舞拉开了万圣节的序幕。 Follow, but let's give it a try. Who's up next? Right here. 可是科尔不会跳查尔斯顿舞，他害羞着一直不敢上台。但此刻的碧莉已经迫不及待，因为他100年来终于有了一次能够展示自己的机会。 This is literally the most embarrassing moment in my life. I'm like, Just let yourself go. Who cares what they think? 科尔被碧莉的激情带着舞动，他们跳出了内心的喜悦。渐渐的，两人之间产生了些许情愫。随着伴奏的结束，他们相抱在一起，于万众瞩目之下接吻。两厢情愿的感觉真的很微妙，仿佛整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人。然而在舞会结束后，科尔却带着碧莉来到了墓地，说是有一个惊喜，那便是每天都经过头顶的飞机，在这里却能够近距离的瞧见。 you said you wanted to see one up close, so like, why airplanes? Go where I want, when I want. Well,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now? There's nowhere else I want to be right now. 然而，当碧莉渴望有一段美好的爱情，情不自禁地去牵科尔的手时，他又变回不可触摸的状态。这一刻，他隐隐约约察觉到他们两个不是命中注定。第二天早上，莉迪亚同学有急事要单独跟科尔说，说是查到了那枚戒指的来历。他能断定科尔被鬼魂缠了身，因为传言那枚情侣戒指是一位牧师下的诅咒，只要有人分开这对戒指，就会招来不幸。所以只有将这枚戒指跟另一半重新合并，才能破除诅咒。而戒指的另一半现位于纽约的博物馆，科尔必须在明天他被拍卖出去之前做出选择，因为一旦匿名出售，将无处可寻。 Ghosts are already dead. Cool, they can't die again. 这个道理科尔再清楚不过，只是他已经坠入了爱河，这实在是难以做出决定。 Hey, B. This thing I need to tell you. Guess who's cursed? 科尔想好了怎么告诉碧莉，却在进入门的刹那间伫立在了原地，因为眼前这个浪漫的舞台震撼到他的心。这意外的惊喜是碧莉的一片心意。碧莉特别想让科尔重新拾起音乐， We should really talk about something first. 可碧莉现在只想听他独奏，科尔也只好开始演奏最近写的歌曲。 Oh, star,
Just one of a pair who left you lying there. 歌词围绕着一只丢掉的鞋子展开回到主人的故事。这首歌流露出科尔希望碧梨能够回到过去的渴望，弥补那些错过的时间，只不过现在还是半成品。然而碧梨很喜欢，他想让科尔能够在学校舞台上演唱，可是科尔仍然害羞被人瞩目。关于这一点，碧梨偏要他登上舞台展示才华，于是为了妥协，两人给出了一个约定，只要科尔登上舞台，碧梨就会出现在前排最醒目的地方陪着他。 What did you want to tell me before? Oh, I forgot. 因为这个约定，科尔更加的难以做出决定，直到在犹豫不决中，那枚戒指被出售，他才似乎松了一口气。可他却始终高兴不起来。这种复杂的思绪通过吉他的旋律传递到了碧梨的耳中，碧梨感受到了他的心事重重，直到看见莉迪亚发来的消息，他才察觉到了端倪。科尔也只好如实的交代 Most likely you would be dead. Dead. You alone? 可是即便彻底消失，碧梨也要找到戒指的另一半，破除诅咒，因为他无法看着所爱之人慢慢衰老直到死去。 Why didn't you tell me? Stuck here, like this, forever, and it's your fault. And you could have fixed that, but you didn't. 科尔没想到碧梨渴望着消失胜过一切，他这才明白自己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他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命中注定。科尔取下了戒指，怅然若失地离开了学校。他回到家里，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相册里的碧梨发呆。然而母亲注意到了难过的儿子，他坐在旁边侧耳倾听科尔讲述坠入爱河的男孩错过一个女孩的故事。I feel sad. Like I feel like what's the point? You know, like if things can just happen just like that. If I hadn't met him or if I didn't love him, I wouldn't be this sad now, that's for sure. I would rather miss him like this every day than throw away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Missing someone just means you love them. 顷刻间，科尔恍然大悟，他害怕的不是所爱之人永远的消失，而是害怕某一天不再因为他感觉不到难受，不再因为他没有了思念，所以不需要死去的人重获新生，只是带着那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进。担心科尔被鬼魂缠身的莉迪亚焦急地来到学校，却听见悲伤的琴声。他透过门窗看到了跳动的钢琴键，到底是谁在哭泣？他好奇地接近，发现了那枚戒指，若有所思地戴在手上。他这才见到了一直困扰科尔的鬼魂。在相互介绍后，碧梨说出了刚发生不久的情况。他对科尔的话似乎有些过分，可若他不撇清各自的关系，就会毁掉科尔的一生。可是另外一半戒指已经被拍卖，已然无法破除诅咒。但是科尔已经不再迷惘，他要尽一切可能去寻找那枚戒指。于是对电话那边博物馆的卖家谎称自己是那个拍下戒指的有钱人。I just want to know what's my name?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 put my name down correctly. Your name will be Great. confirmed tomorrow. Will be shipped? Yes, they'll be shipped tomorrow morning. It's still there. 科尔的内心激荡起喜悦，因为那枚戒指还在纽约，博物馆明天才会发货。他片刻不停地跑来学校，迫不及待地要告诉碧梨，可戒指被碧梨扔在了地上，科尔只好捡起来戴上。他为自己的隐瞒深深地道歉，然后对着仍然保持冷漠态度的碧梨，激动地说出那枚戒指的下落。 Hey, you two. You guys need a ride? 在莉迪亚的帮助下，他们更快地来到了纽约市。莉迪亚将车停靠在博物馆的外面，她要留下来为他们放哨。分开前，她还不忘地担心了一下刚交到的朋友。 Hey, Cole. Tell B to try not to steal any cursed artifacts this time. She said she'll try not to. 科尔和碧梨悄悄地溜进博物馆，躲避远处巡逻的视线，不断寻找存放拍卖品的房间。遇见打不开锁的门时，碧梨就利用自由穿墙的能力，节省了不少时间。在某间房里，琳琅满目的货架上，他们开始仔细寻找拍卖品的编号，似乎一切都十分的顺利。科尔也很快找到要发货的物件，他停顿了一会儿，才叫上了碧梨，然后一起来到中间的桌子前，打开包装的木盒，打开木盒里的小盒，终于见到了戒指的另外一半。 Are you ready? 分别前，碧梨愁眉不展地看着科尔，微微地点了点头。可当科尔正要准备取下手上的戒指时， Wait. 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Bye, Cole. 科尔取下戒指，看着碧梨最后一次消失在眼前，他特别想再多看一眼，可是必须破除诅咒，完成碧梨的心愿。于是他把戒指跟另一半合并在了一起，随着绿光的闪耀，碧梨彻底的消失不见。科尔关上了盒子，锁上了木盒，却久久舍不得离开，因为他已经开始想念碧梨，想念跟他形影不离的每时每刻。他怅然若失地回到家中，难受地陷入沙发里，却发现了那本陈旧的相册。他把相册放到桌面上，开始一页页的翻阅。虽然之前也看过，但这一次却完全不同，因为相比之前，里面的照片又多了几张。碧梨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她顺利度过了大学生活，之后还环游了世界。更让人激动的是，
她完成了梦想，成为了女飞行员。她还幸福地结了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命中注定。科尔真心替她感到高兴，为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开心。科尔心满意足地合上相册。这一刻，他意识到碧梨并没有因为诅咒的破除彻底的消失，而是重新回到了过去，回到了纽约博物馆。然而这一次，碧梨选择把偷走的戒指放了回去。她像是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但是她没有忘记100年后遇到的那个她爱着的人。冥冥中，她想起了那个约定，而科尔也没有忘记那个约定。他把碧梨的照片钉在墙上，在碧梨搭建的舞台上练习新歌。他要在全校师生面前大放光彩。演出的前一天早上，他跑到学校大厅，拿出自己的吉他排演。随着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乐符似乎穿越到了100年前。碧梨听见了那熟悉的旋律，她顺着歌声走入学校的大厅，缓缓靠近舞台，站在前排最显眼的地方，看着空无一人的前面，她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因为她在歌声中感受到了科尔对她的思念，感受到了对她的爱，而科尔似乎也见到了碧梨。此时，这两个不是命中注定的人，不留遗憾地遵守了只属于他们之间的约定。